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全民防卫动员署李俊贤上校。那我目前在全动署是负责万安演习的这项业务。那我在前一个单位其实是在陆军司令部，那中间也负责万安演习1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部分，从万安30几号一直到现在46号。那中间的一个历程跟转变，我大概也都有经历过，就是从以前万安分为明万安，那这部分都有经历过。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今年万安演习的一个重点，因为最近府院高层针对这个万安演习的部分，应该是说从去年苏院长开始就一直有相关的一个变革，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说明。那万安演习的目的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最主要就是要验证防空的一个整备跟作为。那最主要是希望在真的不幸发生敌袭的状况之下，可以降低损害，降低损害。那今年万安演习一样，结合汉光演习的部分来实施，那一样是采有预警跟分区的方式。那今年预定时间是在7月24日至27日，分本岛及外离岛7个地区来实施验证。那期程表部分，北部24号，也是新北市也是在24号来办理这个演习。那其他部分大家再参阅一下。那今年首先第一个变革就是往年万安演习是133栋到142栋，就是在这半小时内的时间，把警报传递、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还有灾害救援，把它全部做一个演练。那今年比较特殊的变革是，我们今年在133栋到142栋的这一段期间，只有做警报传递、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那在142栋警报解除之后，会实施灾害救援跟一个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的一个演练。那为什么会这样调整？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结合战时的情况，因为战时警报发放期间，在敌导弹攻击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灾害救援。这是一个结合战时情况的一个规划。那就实务上来讲，往年万安演习，在那半小时里面，要把所有的演练状况做完，它的期程也是非常的短，非常的赶，所以今年才会有这样的规划。那整个响定架构是以猝然遭受敌袭的状况之下，由各防勤单位来做一个引导防空疏散避难演练的一个程序作为。那地区跟时间部分请参考。好，那依照防空演习实施办法里面规定，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公司、厂长及民众，都需要配合万安演习的命令来的管制，来实施演练。那这个万安演习的命令，它当然是包含第一个就是防空演习实施办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年2月撤班的万安演习训令，最主要是依照这2个部分来做一个演练。那今年有3个演练重点，那第一个就是，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去年在台北、台中、台南，都有择3个里来做一个车停人疏散的一个演练。那今年，把它扩大为各地方政府选一个区来做演练。那这个部分也是因应战时情况的部分来做调整。那很多人可能会单听这个名词，可能不知道就是什么叫做车停人疏散。那我这边稍微大概解释一下。那这部分就是很简单，就是
在警报发放的时候，路上的车辆听到警报声或者是接到手机告警讯息之后，就是要找邻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周边来做一个停放。那停放完之后，驾驶跟成员，就是依照警察跟民防人员的一个引导，进到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以像今年新北市选淡水区来做一个演练，那到时候因为相信平时警力它是不够的，所以如果照往年的做法，可能人力是无法因应的，所以今年我们会特别希望说，有关民防人员的部分，也要把它纳入一个编组，来协助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的一个演练。那担任这个引导人员，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要很清楚他站的这个点，他周边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位置在哪里，那容量大概有多大，才有办法去引导周边的民众，跟车辆停止之后，这些驾驶跟成员怎么去做一个引导。那这是今年的第一个演习的重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的一个开设演练。那这部分最主要就是因为敌空袭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导弹来做一个炸射，那势必会造成相关的一个建筑物的倒塌、民众伤损等等的这些灾防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民众他可能他的居住地会被炸毁，他变成无家可归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年结合这个战时情况，会要求各地方政府择一个区开设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让遭受到空袭地区波及的一个民众来有一个疏散避难一个地方。那另外也是要验证，就是因为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它已经很多年没有实务上做一个演练，那也是在检视整个收容救济站一个程序开设等等。这是今年万安演习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5院暨所属部会的防空疏散避难演练。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全动署跟5院还有其他部会都已经在去年12月28号之前开过3、4次的协调会，那都已经完成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那这边跟警务人员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有要求各部会要编成防护团，编成防护团。那在上半年的时候，就结合民防常训来做一个疏散避难演练。所以现在各部会可能他编完防护团之后，就会航武到各分局、警察局去做一个备查。那在实际演练正式演习发生的时候，就是实施的时候，各部会就是配合来做一个防空疏散避难演练。那表示就是所有的洽公相关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洽公作业，全部都会做一个暂停。这是今年演习的第3个重点。那这边有针对3个演练重点的部分做一个文字叙述。刚才教官教官这边有稍微说明过，那文字部分大家再做一个参阅。那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这边，因为各地方政府它的主办单位应该都是社会局，可是主管万安演习的应该都是民防管制中心或者是警察局，那有部分是兵役局或者是兵役民政处等等。那新北市今年如果是警察局有负责统筹这一块的话，那相关的一个救济站的选定，跟它一个基本的一个设置要求，这边再稍微注意一下。那这部分也是都跟
府院高层做过一个研讨，定出来的一个规则。那今年演习有很多演练的重点，所以今年也特别要求说，各地方政府要针对这个演习的各项管制措施来做一个加强宣导。那最主要目的就是在，如果落实宣导，然后让民众广为周知的话，那在演习当天，我们警务人员在执勤的时候，或者是民防人员在协助引导的时候，那遭受到的阻力会比较小。像去年高雄市就有发生一些案例，就是民众经多次劝导，仍然不配合，那就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会针对这个各项管制措施来做一个强力的宣导。那我们本署在下礼拜也会针对这个文宣的部分，会再召开一次协调会。那相关的一个文宣会制造一个范例，来给各地方政府来做参考。那这个下面这个是去年几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宣导文宣，大家再参考一下。针对文宣这个部分啊，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前2年都有接收到民众的一个陈情，民众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宣导都是朝社群媒体等等的来做一个宣导，可是像老人家或者是一些不常使用这些网络媒体的人，他可能会不了解，不会查询这个，也没办法获知这相关的一个资讯，所以陈情的内容最主要是希望能印制纸本的文宣，那请各地方政府到有关可能大众运输交通系统或者是一些住户大楼去做一个分发，跟当面的一个宣导，所以这部分在今年演习训练里面也有特别这样把这些要求把它纳入训练，那也在请地方政府能多加配合。那接下来讲演习采法的部分，违反演习不听从管制，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那这部分相信有在执行的警务人员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个法则。那前2天上周开会的时候，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说，针对这个裁量的一个基准跟范例，邀请我们全动署发给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参考，就会做一个裁罚依据。那这部分我们也跟警政署民管所要到相关历年裁罚资料，那到时候我们会一并就是函送给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参考。那下面这个范例就是我刚讲到的，就是高雄这个采法的一个状况。那下面还有一个苗栗的一个采法的一个情形，大家再做一个参阅。那今年万安演习骑乘的管制，在黑色字的部分是已经完成的一个部分。那蓝色字的部分是接下来预计要执行的。那今年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在5月22号到7月7号，演习的前一周，前一周会编组行政院动员汇报跟统裁部的人员，到各地方政府去做一个辅访，那到时候可能就是请市府这边再多配合，就是针对重点验证地区的部分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预演。那我们署会在7月11号召开记者会，向全国人民来做一个说明。那后面724到727就是正式演习的期程。管制表部分大家再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讲警报传递与发放的部分。那警报传递最主要是由我们国防部空军司令部里面的空作部它会有雷达去做一个侦测，侦测敌机跟敌飞弹的一个进袭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确定进袭台湾或者是对台湾有侵害的话，会向民防管制所下达这个防空警报发放的一个命令。那就会逐级往下要求去发放防空警报。这是一个执行的作业程序。那像今年比较特殊，比较有一个新的规定，那就是在警报发放的部分啊，就是中共在环台军演的时候，那时候有导弹飞越台北市，可是当时的状况是没有发放防空警报，也没有发放手机的一个告警讯息。所以当时遭受到立委跟民众的一个质疑，就是导弹都已经飞到头顶上了，可是没有发放相关的一个告警的一个手段。所以今年我们国防部作技室有要求跟着邀集警政署民管所相关的一个单位做一个研议，就是针对警报发放的一个时机来做一个规定。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发放规定有变。第一个，确定敌机它跟导弹它是会进行台湾本岛，这是确定的话，就是会同时发放警报跟手机告警讯息。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如果它是飞越，像上次的状况它是飞越，那研判它是会落在外海或者是其他地方，它是对台湾本岛不会造成任何损害。那这个状况之下就不会发放防空警报，可是会发送手机的一个告警讯息。所以这部分跟各位警务人员稍微做一个说明。那这部分就是警报发放的一个程序。那在接受警报命令的时候，就是有防空警报发放的时候，不管状况如何，手机告警讯息它就会同步做一个发送。那今年也特别请内政部消防署这边，有配合我们防空警报的一个告警讯息，来做一个资讯平台，就是电子媒体的一个推播。那这个部分也是今年的一个首次办理的一个手段。那这部分就是教官刚刚讲的发放的一个时机，大家在参考，就是最早要知道有这个事情。那发放时机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就比较复杂。这个是因应前阵子外岛包括金门跟马祖他那时候有中共的无人机到营区上方做一个盘旋。那也是因应这个状况我们国防部作技室也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预定。它主要分为几点。第一个就是中共的战轰机、武装直升机跟大型的无人攻击机。中整来讲，就是它有攻击性的这些飞行载体，它只要进到24海里里面，就会发放防空警报跟手机的一个告警讯息。这是第一个，它有武装的。那第二个状况，如果它是辅战机，或者是没有武装威胁的一个直升机，或者是一般的无人机等等，它如果进入24海里内，那我们是持续做一个监控，那不会发放防空警报跟手机告警讯息。那这个紧急警报的一个发放规定，一长音15秒，连续2短音5秒，间隔5秒，
连续3次相信这个各位警务人员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总共155秒大家再稍微做一个参考。那这边讲到一个民防的任务像去年在台北市台北市去年万安演习非常的特别它是要求全市456个里全部都做一个车停人疏散的一个演练那他在演习前的准备也要求这个民防人员，也就是相关的里长区长等等对里民来做一个防空疏散避难的一个教育训练那里面也包含就是避难知识等等，跟一些防空的一个基本知识那刚才我也稍微了解到，就是新北市今年好像也有规划要这样做那到时候再请各警察局跟分局来做一个配合。那民防人员在空袭时候的一个召集服勤的一个规定就是空袭时民防人员应该立即完成集结，那准备受命来执行任务那这部分大家再参考一下相关规定。那交通管制的部分，在今年第一个演习重点的部分，最重要的也就是如何去做车停人疏散的一个交通管制跟那个人员的一个疏导所以这部分教官刚刚才会特别讲说警力会是不够的所以民防人员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编组，那去处理相关的一个人车管制的一个部分那像今年开历次协调会的时候，有部分地方政府在反映说，就是一般的住家、商家等等，有没有必要宣传要关闭灯光或者是门窗？那我们今年最近在做一个防空疏散避难指引后面也会颁补充规定。那这部分我们在指引内容的部分是有特别把这个部分把它做一个淡化可是教官这边提醒就是我们还是警务人员的部分还是尽量宣导各住家商家在演习的时候也是要关闭门窗跟灯光要做这一件宣导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第一个灯光的部分灯光因为空袭它的时间不一定，可能是白天，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是从白天开始一直到晚上那如果没有关闭灯光的话，那就是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在夜间会形成一个亮点，一个攻击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会尽量鼓励民众还是沿往年的一个做法灯光一样要把它做一个关闭那第二个关闭门窗的部分，就是因为现在目前逐年会要求所有民众要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以民众离开住家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那表示住家它是空虚的可能有宵小会做一个侵入所以我们会要求门窗等等一样也是要做一个关闭。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朝民众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的部分来做一个考量这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车停人疏散要执行这个状况，像去年那3个里当地的警察分局的人员警察局的人员都有特别去这个里的所有防空避难设施去做一个协调因为你在验证车停人疏散的时候，你这些人全部都要进防空避难设施，可是它很多地方它是属于私人住宅它是没有协调过，它是不会去开放虽然按法令它是应该要开放才对
哦，可是因为现在可能成品十几很久了，哦，所以很多民众他是不愿意配合，哦，所以照去年3个里的状况，就是在演习前，哦，尤其是淡水区的，哦，警察人员务必要去，针对淡水区的所有防空避难设施去做一个协调，最少要先做一个告知的一个动作，那免得说到时候，实际在演练的时候会变成说，警察人员往这个设施引导，哦，可是他门就是不开，哦，可能会有这个状况。那这边稍微做一个提醒。那接续讲到防空避难标示牌的部分，哦，那据教官了解，今年的标示牌有做一个调整，哦，就是从原本的黄牌子，那里面有相关的容量哦，活动人数等等一个容纳的一个资讯，哦，调整成2.0版的这个图示，哦，那我们国防部在做全民国防手册的第2版，那近期跟按行政作业程序走完之后，也会做一个测班，那这个相关内容也都有把它纳到手册里面。哦，所以今年演习如果在7月份之前，全民国防手册第2版有测班的话，哦，那里面相关的一个防空疏散避难资讯，哦，各警察人员同仁可以稍微做一个参考。那这部分讲疏散避难的原则，那今年在国安会做一个研讨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从中共环台军演开始，哦，往年的避难时间大概3到5分钟，哦，有3到5分钟的一个预警时间。那从环台军演开始之后，这个3到5分钟它就是不存在的，哦，所以只要接收到防空警报，听到这个声响，哦，原则上第一个动作就是就近避难。哦，像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哦，就是找一个远离窗户，哦，最少2、3面都是墙的一个地方来做一个就近的掩蔽。好，目前规划是这样。好，那后续依照这个导弹空袭的状况，哦，再逐步慢慢的往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做一个移动。哦，这也是因应近期的一个情势的一个状况做一个调整。那民众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之后，哦，就是警报它会有解除的时候，哦，中共的导弹它也不是无限制可以做一个投射，哦，所以它一定会有间歇。那间歇的时候，民众就可以返家去做查看。那查看如果家中有受损的话，那就是就是要求会往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来做一个移动。哦，所以今年才会在第2个验证科目增加的一个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的一个演练。哦，那这边最主要是跟民众宣导的一个小 paper 哦，就是其实这个跟紧急避难包一样，哦，我们在全民国防手册第2版也有去做一个律定，因为很多东西，因为防空它这个是全国性的一个事务，哦，像避难包这个，公务机关根本不可能说2400万每个人发一个，很多东西是要宣导，向民众宣导，要民众自己去做一个准备。哦，那像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就是做一个宣导，哦，就是可能在平时的时候，哦，或者是呃，就是跟家人，哦，可能一些朋友，哦，先预定，哎，如果空袭状况发生的时候，在哪边紧急汇合什么等等的，哦，做一个先期的一个准备。那这边教官有把最近要推行的重点，就是避难包的部分，把它做一个简报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部分也是未来万安演习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不是今年哦，就是今年还是宣导期。那明年的话，万安演习就要把这个避难包把它纳入演练。好，那这个避难包里面它有16项的一个建议准备的事项，哦，包括护头帽、干粮等等一些医护包等等，哦，这些东西，好，大家再稍微做一个参考。好，那有关公安演习部分，就是概略的说明到这边。那今天最主要就是看实际执行的警务人员这边，尤其是现场的我们这些警务同仁，看有没有针对今年的一个验证重点，或者是执行上的一个窒碍，还是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做一个大家做一个研讨跟交流。哎，有吗？好，那教官这边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教官这边再补充几个事项，就是呃，我们在全动署在最近有做一个防空疏散避难指引，哦，防空疏散避难指引，那里面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参加人员应该都是警察局的人员，哦，有在反映说这个指引有很多是预定到室内的一个状况。哦，里面可能会预定到说，哦，可能 KTV、餐厅，哦，或者是很多的一个场所，哦，它在警报发放的时候，它要暂停营业，哦，或者是公司、工厂，哦，它要停止什么活动，哦，甚至包括是一些宗教祭祀，可能是呃婚宴、或者是商家办理的相关法会，哦，里面指引要求是全部都是要暂停。哦，那很多地方政府在反映说，哦，第一个，往年万安演习他在做就是针对道路上的人车来做一个管制，哦，因为就现有警力的状况，也大概只有办法去做这个部分。那今年指引有去要求室内管制的部分，那警力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强力的一个执法。好，那在会中我们署长也有做一个裁示，哦，就是针对室内活动的部分，哦的要求就是尽量以鼓励跟宣导的方式来做一个执行，哦，就是到时候补充规定下来的相关指引的内容，哦，就是多宣导、多鼓励民众跟商家来做一个配合。那假如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哦，可能他的室内活动，哦，他没有因为演习降低相关的一个音响声量，哦，或者是一些灯光去影响到外面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才会请警察人员去针对室内的部分来做一个查。对，那必要的时候再，如果这个情况是非常夸张的话，才会做一个裁罚。哦，所以今年指引颁发下去之后，重点还是在跟往年一样，就是在室外的部分，哦，做一个强力执法。哦，那室内的部分做一个鼓励宣导的部分。哦，这是上次开研讨会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政府去提到的一个状况。哦，那这边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这是第一个。那这边现场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都没有。
那教官这边再稍微讲一下，就是从去年开始，3个里，那今年原本我们全动署这边规划是今年是22个里来办理车停人疏散，可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关系，所有的包括府院高层跟委员的部分都有要求要扩大才会有一个成效，所以今年会调整成各地方一个乡镇市区，而且是逐年扩大。那明年的状况，如果照原规划的话，应该是最早会2、3个区以上，甚至是全台湾来做一个施行。所以我们在历次的研讨会里面都会特别要求地方政府要把握这次验证的一个机会，要请各区的代表，可能各分局的一个代表，像今年新北市在淡水区做一个示范验证，那在示范验证期间，是不是其他乡镇市区的人员，甚至警务人员代表，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时段，是派人去做一个观摩，才不会说像今年一样，很多地方政府遇到今年要验证一个乡镇市区，变成他会手足无措，他根本不知道准备什么，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因为他要准备要宣导的事项非常的繁杂，所以我们在今年才会请北中南做2次的一个经验分享，最主要就是要让地方政府知道他的执行准备了要怎么准备，那他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来跟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说明，所以今年也是一样，就是看市府这边或者是警察局这边作为主办单位，那就是多派观摩人员去做观摩，因为现在确定的方向是明年一定会扩大，而且今年是1个区，明年绝对是2个区以上的一个规模。这是第2个补充说明。那现场如果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提出来。那教官这边看还有没有什么重点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的部分。现场有问题吗？战灾演练，刚才有讲过，就是为什么万安演习它是防空演习，为什么会结合到这个灾害防救的部分来做一个演练？那最主要就是因为空袭的状况，它一定会产生建筑物倒塌、人员伤损的这些状况，所以在万安演习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才会安排一个灾害防救演练。那今年的应该是说历年的状况，我们都是会要求就是各地方政府要选一个好这边所以要求各地方政府去选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民生设施或者是基建设施来做一个演练。那今年比较特别重点也是在训练里面有特别要求的，就是万安演习不要像民安演习一样，就是那一种缩短距离的一个演练。因为可能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个战灾抢救的时候，他是会请消防署来做这个万安演习灾防演练的部分。
那消防局它是会很习惯，就是把民安演习的部分把它移植到万安演习的身上。好，那可是这两个部分是完全不同的演练。好，像搭观礼台，哦，然后安排司仪讲授，做一个引导，然后列队什么，这些都不是万安演习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万安演习就是结合战时情况，结合战时情况来实施的一个演习。所以今年在训练有特别要求，就是也是因为去年台中几个县市政府，它都是有那种有点比较容易被人诟病作秀式的一个灾防演练。所以今年在训练里面有特别要求到，就是这些行政事项全部都免除，都不做，都要求不能做这些行政事项。那我们要求的就是，可能地方政府选的这个设施，它可能是林口发电厂，林口发电厂，那我们会要求它里面的这个设施的特种防护团的人员来做一个实际演练，就是全部的不管是里面的人员伤损，或者是遭受空袭的一些损害、人员救援等等，全部都由特种防护团的人员来做一个执行。那如果这个空袭的状况它是比较大的，那可以依照资源协定的单位协请周边的一个警消来做一个协助。可是主要都是要由这个特种防护团的人员来做一个执行。那照往年万安演习的惯例，就是长官视导也会安排到这个灾害救援的一个场地去做一个视导。那这部分就是全部要求由这个特种防护团的一个团长，或者是代表来跟视导的长官做一个说明，说明现在遭遇的什么空袭状况，产生哪些灾损。那特种防护团它编组是如何，有多少人，能量是怎样，那最后就是报告目前的一个处置状况跟进度。所以今年有关灾害防救的部分，我们是这样子要求，也是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往年的话就是有点太朝向一个制式的一个规划来做。那这部分就是有关灾害防救，也就是战灾抢救的一个说明。那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的话，我们这边刚才有请大家参阅的，就是一个设置的条件跟它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功能。那这部分其实比较算是卫福部主管的。那可是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防空避难设施它是符合上面的这些功能跟条件的话，它是要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为第一个优先选定目标。因为它防空避难设施就是第一个，它是在地下室，它有具备抗炸、防空袭的这些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基本的一个保护功能。所以当初跟府院在研议的时候才会定这些标准。那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防空避难设施，如果它有这些条件，就是要优先选定。那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点？因为防空避难设施的一个编管，这应该都是在各地方政府警察局的一个责任身上。那平时也应该是由警察机关来编组建管机关来做一个查。所以这边特别提出来，就是有这个部分。那
可能今年查已经查完了，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每年2月的时候，会做一个清查。那如果后续有在做清查这个动作的时候，各警察同仁也可以针对这几个条件，来看一下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设置的一个条件，那甚至可以联合编组，可能社会局的一个人员来做一个联合的一个查，那这部分最主要也是因为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它其实法令规定，它其实规定很久，这个已经跟全动法一样，全动法是91年开始一直规定到现在，那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它是设在民防法里面，那其实规定都有，而且都很多年了，可是因为可能前几年两岸关系比较和缓的状况之下，和缓很多年的状况之下，所以很多的规定其实都已经就是已经有点像应该是闲置或者是荒废的状况，所以这2年才会去把暂时灾民收容救济站的部分把它发掘出来，那也要求所有的地方政府重新去做一个盘点跟检查，跟设置的一个选定，所以就教官目前了解的状况之下，各乡镇市区它最少会要求设置1处以上，各乡镇市区要求设置1处以上的一个位置。那目前卫福部也积极的在协助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选定。那教官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警察机关可能会需要配合到的部分。那条件的部分大家可以再做一个参考。那大概补充3点，那这边看现场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历年执行上会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难的，也可以提出来。那这边教官补充第4点，也是前2天我们署长有讲到的裁罚的部分，这个因为裁罚金额是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它裁罚金额其实很高，那轻易裁罚的话，可能民众他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弹，所以我们署长在今年有特别讲到，就是几个原则。第一个，万安演习它每年只有办1次，每次只有半小时，所以要求我们公务机关在要求民众这个配合演练的部分是要做一个强力执法的部分，就是绝对是要配合演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假如真的有民众，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不是刻意违反演习规定的，那我们首先是以劝导的方式来做一个执行。那假如经过多次劝导仍然无效的话，就做一个裁罚。那像去年苗栗跟高雄这2个案子，它都是第一个，高雄的这个脚踏车事件，它是上媒体的，它是算比较大的事件，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定要做一个裁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苗栗这个部分，它是酒驾，所以它不是只有违反演习规定而已，所以这部分也做一个裁罚的一个部分。所以像今年各警察局警察的人员，如果在演习期间遇到这种违反规定的人员，那还是以先劝导为主。那劝导无效就是直接开罚。那相关裁处范例，我们也会寄给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参考。也是比较让各警务人员在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个依据，因为我看那个裁罚范例还蛮多的，因为裁罚过很多案件，这就是有关裁罚部分。
那第5个补充的事项就是有关身心障碍的部分，也是在今年演习训练里面有特别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起因最主要就是，去年卫福部的身心障碍者国际公约的部分有要求到，我们万安演习要针对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个特别律定跟协助。那在演习训练的时候，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针对身心障碍者的部分有邀请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协会的副主委来做一个提供意见。那因为身心障碍者他可能包含很多肢体障碍、精神障碍很多那我们在训练里面要求的就是，假如各位警察人员在路上演习的时候，在路上遇到身心障碍者人员，他可能疏散避难他是有困难的，他自己做这个动作他是有困难的。那我们是有要求这个警察跟民防人员要主动去做协助，而不是说因为他没办法做避难就去做一个采访，我们的要求是去主动协助他，到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去做一个疏散避难，这是今年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要求。那在最近一次研讨会的时候，也有几个县市有在反映，就是他们的县市在去年也有遇到身心障碍者的状况，可能遇到精神障碍，听到演习的警报声响一响之后，他就出来外面乱跑乱叫，等等。那这部分我们一样就是秉持着协助的一个原则，来协助身心障碍者来做一个疏散避难。这是以上的补充。那看现场人员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个执行上的问题或困难，或者是需要我们主办机关这边把它纳入后续的规定，或者是相关协助的部分，看是不是有要提出建议。那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的大概一个说明就到这边谢谢。